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谢谢。没事。这么快就不认识了？哦，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。你也买东西？对啊。你回基地吗？回啊。那我帮你一块儿结账吧。啊，不用。哎，别客气。兄弟，邢队，你不会是邢克磊吧？兄弟。你的人，我给你找着了。愣着干嘛？拉铃，紧急集合。是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手机被舒教官收了，不让我通知你。哎，那是谁呀？长得还挺帅的。我是觉得比舒教官还帅一个档呢。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安静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主教官，邢克磊。就是先把他给吹了。张青青、陈小燕，出列。操场10圈，再不动20圈。我知道你们各位已经听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了，那我也就不用再多说废话了。你们有谁想像这2位一样偷懒、耍小聪明、混日子？我劝你们趁早走人，我也保证这样的人拿不到结业证。既然没有人走，那就希望你们各位改改身上的坏毛病。既然选择来到这儿，那就要遵守这儿的纪律，服从命令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今天下午，你们有人私自离开营地，这个人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们是一个集体。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因为这一个人接受处罚。刚才集合迟到15分钟，全体都有。罚跑15圈。靠谁吃饱了撑的吧？向左站，跑步走。一个大老爷们儿跑几圈喘成这样，这给你们拉灾区是别人救你还是你救别人啊？到时候别再连刀都拿不稳，把人家大肠当盲肠给割了。跑起来！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体能有多差了吧？来，全体起立！大型的灾区现场，我们公安、武警、消防有的是体力，但我们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，而你们医生却和我们恰恰相反，
你们缺乏的仅仅是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体能。我们的训练就是为了选拔出拥有这样双重能力的人才，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。你们不是来玩的。今天有人说我们的集训是形式主义，那好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开始真正的训练。全体都有立正，各位辛苦，解散。我说那么好，还让我搭顺风车，合着这是什么？挖好了坑等我跳。让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还是被他发现了。那个鼠教官也是，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呢？还出去还撞上邢格磊，那不就正撞上枪口吗？空穴不来风啊！这个擅自出林是我的错，但是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就拆穿我，是不是？还装模作样的把我送出去，然后借机的去窃听情报。然后反攻我们，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，阴险狡诈之极。但是你还是想想怎么办吧。什么怎么办？他不罚过我了吗？还要怎么办啊？你忘了上次我们系那个师哥都没有拿到结业证，难道你想成为我们仁心医院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人啊？拿不到，拿不到。至于吧？自求多福。邢教官，对不起，能不能原谅我？对不起。教官，对不起，能不能原谅我呀？邢教官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。哎呦，邢教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错错了，邢教官，错错了，错了，原谅我，我可以接受任何惩罚，邢教官。做贼呢？快快做贼！米卡是吧？是。医生搞出这么大阵仗，您觉着我应该怎么处理呢？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您随便怎么处罚都行。私自出营可是要被开除的。这么严重啊？邢教官，我真的是没辙了，我才没请假的。我知道您说的都对，但是您别开除我行吗？在这儿，你任何自己的理由都不能称之为理由，明白了吗？扣30分，记大过，再有一次就一次，马上给我走。谢谢教官。谢什么呀？没说完呢。今天训练结束以后，把厕所扫了。好的。是所有的吗？所有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出去。谢谢教官。尊敬的特警先生，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。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。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，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。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，米卡。握紧它，我会带你出去。然后呢？换个地方让我战死了。你不会死，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。
哎，咱们这儿什么时候来这么年轻漂亮的阿姨啊？别瞎说，人家是来培训的学员。哦，那就是罚扫厕所了啊？你怎么不进去啊？里面有人。哎，你这表情该不是对打扫卫生有意见吧？你怎么这么闲呢？我打扫个卫生，我有什么意见啊？我去，原来是邢队在里边。不是，我这不放了请勿使用牌子，你怎么还进去啊？我又没使用。你没使用，你进去干嘛呀？对呀，你没有使用，你进去干嘛？很闲啊。没有。你用完了吗？你用完了，我继续打扫了。理念，到，5公里。啊，负重。是。去，快去！哎，嘴就欠。我就是看看你扫的干不干净，真没事。管得真宽。我前1分钟刚把这个基地所有的男厕所打扫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要有这么多男厕所。再不去洗澡，没有热水，关门了。哎，邢教官，我不叫 A， 我叫米卡。厕所打扫完了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我有说过只扫厕所，把浴室也扫。还要扫浴室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怎么不满意？满意。地全部拖干净，洗完把门锁上。他打扫完应该会洗澡吧？邢队，不是有电视台编导来采访，说要拍什么形象宣传片？你去吧。我要带训练的。训练我带，采访你去。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我一队长还不能改命令了是吧？你去。是。在野外、山地进行应急救援的时候，我们大多都会使用这种应急救援的担架。那比较重要的是这几条护身带，护身带一定要绑好，以防止侧滑、下滑的情况出现。你看，配合一下。怎么配合？躺下吧。
来脚踩稳。手抬起来。可以放下了吗？可以。来看明白了吗？女生先试一下。紧上，重新来。你来啊！他就是故意找我，我还觉得他好心让我去洗澡，我真的是傻死了。洗澡？没有。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单纯犯冲。就是，你看，我觉得你就应该改名叫米克雷，专克邢克雷，克他那个什么，走楼梯跌倒，爬什么山也摔跤，然后喝水都跳，吃饭都吃不饱，什么邢克雷，米克雷，克，行吗？天天跟你讲，傻子。一会儿不知道要训练什么，你这会儿洗头啊？哦，打扫厕所，我觉得自己好臭啊。那你洗吧。谢谢。可以了。哎呦，这谁叫啊？对不起啊。下午训练马上要开始了，抓紧吧。哦。对不起，小万。没关系，你知道我肯定不是故意的。谁知道？我马上就去啊。怎么遇见你这么倒霉啊？同志，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。我知道不能随便进，所以不是派小哥哥你来接我的吗？啊？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青夏，咱俩加过微信的。是吗？哦，你这照片 P 的我差点都没认出来。我是说照片很好看。就说我真人丑呗。你好，我叫舒文波。欢迎您来采访。那里边请吧，我来帮你拿器材。不是我器材，是我行李。您不是就来3天吗？有意见吗？没有，稍等一下啊。走。这是警校的宿舍，这就是你住的地方。到了。
走吧。一会儿啊，住的不习惯，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。啊。我刚想提醒你，这拉链有问题，要小心。你这是为什么不早说？不好意思，我给你剪。啊！哎，那个要变形啊！你还不放下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来扶我帮你。我的沙漠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。对不起，我再赔你一个。这国内买不到，托朋友才带到。行，我先帮你把箱子拿回去吧。啊。担架摆荡，罚跑20圈。下一组。伤员固定不规范，罚跑20圈。来，下一组。下一组。吓死我了！最后一组不合格，下午所有人罚跑20圈。为什么？秦教官，你有没有点专业性？我们的担架没问题，伤员也没问题，怎么就不合格了？你不能因为跟我有私人恩怨，你就让我们整组都不合格。你觉得你合格吗？当然合格。李念，头盔。现在你觉得你们能合格吗？不合格。我们绑点位置偏低，导致上半身不稳定。如果没戴头盔的话，我可能脑袋现在已经开花了。应急救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伤员受到2次伤害。你们倒好，直接把人给送走了。所以就像我说的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，需要反复练习。服吗？服就接受处罚，解散。秦教官，头盔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抖没拿稳。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。下午2点单独找我训练。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。我控制不住。这个
是我们的升降车，这个架子到时候可以升起来，更利于我们的狙击手击毙犯罪嫌疑人。这个车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伸缩车，到时候这个架子可以伸得很长，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。OK， 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看看下一个车。好，走。这个是装甲突击车，3级防弹，车身配有射击孔，上面有旋转炮塔，电击发催泪弹发射器。这能上去看看吗？可以。你小心点。这个是独立可升降监控云台，确保我们的突击队员不用下车就可以对外部进行监控和射击。我们去前面那车看看。好。喂，我是邵雨涵。邵医生。是这样，我呢在国外的一个医生朋友呢正在做叶小满这个病例的实验性研究，我给他发过一些资料过去，但他让我再补充一些。所以下午你方不方便带叶小满来一趟咱们医院啊？没问题。好的。他有没有什么家属在这边？他没有，他的家人都在老家呢。我跟他是老乡，他就是为了治病才来这儿的。我跟他住一块儿。那你就跟他一块儿过来吧。你是医生，又是他的朋友，在的话他能自在一些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好，秦队长，我有事。哎，米卡，要疯了这是。这是防弹头盔，这个是夜视仪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红外伸缩视屏检查镜，一般用于在大型场合对一些场馆还有车辆进行排查，也可以在夜间使用。这是一个成像仪，这可以拿起来看看吗？可以啊。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像不倒翁一样，扔出去之后，它的镜头永远是朝上的，可以在100米之内将图像和声音及时回馈到我们的后台终端。好厉害！这么大一项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电动攀爬器，一般用于在翻越障碍、攀登楼宇，还有在楼梯间营救我们的伤员、传送装备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抓捕手套，带锂电池的，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。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好呀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没有。谢谢你啊，邵主任，帮小满争取到了这次机会。生命啊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不应该被放弃。我也这么认为。邵医生。哎，哦，来了是吧？来坐。不用拘谨，没事的啊。我是邵雨涵。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呢，我看过了，不用我多说，你应该知道自己病情是什么样子的。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，看看你的想法。是这样的，我的医学研究所呢，现在正在开发和进行一种临床新药的这种使用，现在是到了第3期，药效非常显著，主要是抑制和降低这个胶质瘤的复发率的。而且配合这个新药的使用呢，会有一系列的治疗，但是整个过程全部要在国外进行。我现在想说的是，我可以帮他争取这个机会。太好了，谢谢邵医生。有什么难处吗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怕费用上有什么问题？费用这一块呢，因为是医学研究，医疗的部分可以减免，但是生活费需要你自理。
紧，都是注定的。邵医生，您能帮我争取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你一定得想办法去，钱我可以找我爸妈借。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你那会儿为了买资料，房租都付不起了，都不用你爸妈开口的，怎么好为了我向你爸妈借钱啊？这是两回事儿，你就别管了，能解决好。谢谢邵医生。哟，小心！哎。哎！哟！不打了，休息！哎，邢队，你也太猛了吧！邢队今天可以啊，杀气十足啊！你这一个人得多少分了？邢队，你训练少校虐了我们那么久，篮球馆里还要接着虐我吗？哎，怎么就走了呀？你们谁惹他了？我们是不敢惹他，也就你们敢惹。邢教官，我知道我昨天没有提前请假就直接出去了，是我的不对。我后来给您补发了信息。米医生，这已经是第2次，您被开除了。邢教官，我可以打扫操场、打扫卫生间、打扫浴室、打扫哪儿都行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不要开除我。我不会因为我个人的情绪处罚任何人，在这儿，纪律大于一切。我知道在您的专业里，纪律大于一切，但是我出去也不是为了别的事情，我是真的。到现在你还在强调你自己个人的理由，在训练过程中都可以以自己的事作为优先，那真的有突发事件，我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跟我讲理由的话，那命令就是一句废话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，但是我来也不是为了混张文凭，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。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这种小组，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，需要我救的人。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。你不适合。我不会走的。随便你，有我在，你别想逼。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账。你卡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过来拍个宣传片。怎么了这是？知道我有多苦多难啊！我这个游戏呢，越到后面吧，一关比一关难，不照样还惹人爱吗？你看他怎么到处为难我？哎，挑战高难度，生活才有意思嘛！我很认真的在说你。这男的要是长得帅吧，你就可以忽略他的性格。听起来你真的是没救了。哎，不是，你都不要那结业证了，干嘛还留下来吃这苦啊？我乐意，反正留下来总能学到点东西，以后用吧。那你都被开除了，就别打扫厕所了。哎，别一码归一码，我可不想让那个人再找到一些什么借口赶我走。不过说归说啊，我今天看他们训练的一天真挺苦的，你就那么找虐啊？我就真心想留下来，也不是故意的今天。知道，懂你。
本来想着信誓旦旦的来到这儿训练，然后呢就可以去应急救援队了，没想到又出这档子事儿。本来以为小满能有救了，最后还是钱的问题，怎么没有一件事让我顺心？好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一定能解决的。我手机。喂，邵医生，真的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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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邵医生跟我说，他找到了一家慈善基金，然后可以帮小满出一部分钱，这样子我再找我爸我妈借一点钱，小满就有救了。我说吧，今天呢也没白这一顿，是不是？我愿意多扫很多天的皮。今天是野外训练，每组有我们1名特警队员配合训练。现在我点到名的人，按小组排队。赵青青到，聂小辉到，刘荣到，龚宁到，王宇到，赵小志到，于文娟到，张彤到，郭良到，李新元到，叶安琪到，全体队友，停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医生，该说的话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你现在没资格训练，可以离开。邢教官，你就是非要这么针对我吗？你怎么这么绝情啊？如果我针对你的话，你第一次违纪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这儿了。医生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也请你尊重我们的纪律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想一个解决方案。你说。你先去解决好你自己的事，然后明年再来。非要在这儿等那辛克磊啊？那我这得认错呀。你得再求他一次，至少让他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。你真是个死心眼儿。我发现他们这些特警的脑袋好像都异于常人。你知道那舒文波吗？舒教官怎么了？他那天给我介绍专业装备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拿那抓捕手套电我，给我麻的都不行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邢克磊能让我留下来继续训练，他电我100回我都愿意。真是，你就让我放下吧，就帮忙吧。不是我不帮忙，我们这儿有规定。哎，放下没有什么事儿。哎，就当我求您了。放下又能怎么样呢？就放一下呀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东西呢，送给邢队长，他人不在，我就想放这里，我就回去了。他死活不肯啊。怎么不能放下啊？姑娘，不是我不通融，是你们不知道情况。这位李叔啊，是山上小溪村的孤老。这不前2天暴雨，泥石流爆发，邢队长呢就带人上山救援，把他给救了。他呢心存感激，所以隔三差五就送点东西过来。你说邢队长他能收吗？有一次他趁人不在，把东西放我这儿，我呢也是出于好意让他放了一回。邢队长看了以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好嘛，把我说通一顿猛批呀！你们说说看，我能让他放吗？这没啥东西呀，就是一点我自己采的栗子。大爷，您是不是腿不太好啊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崴了一下。我觉得您这脚要是崴了的话呢，就别走什么山路了，要不然我送您回去吧。这样，你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帮你
保留在这儿，然后如果能见到邢队长呢，就再说，好不好？我就先给你送回小西村，好不好？小西村远不远？啊，不远，那个有小巴直接到他们村口，那就那儿。这快下雨了，你行不行啊？下雨了，有雨伞能借我一把吗？伞没有，雨衣凑合用，行吗？行，谢谢。就不用了，我自个儿回去吧。没事，我送你。拿着。好嘞，走。哎呦，那就谢谢了啊。慢点。那谢谢你啊，慢慢点。那老张回去了啊，慢点啊。我是医生，再不送医院救马，他会死的。我真的没骗你，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。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参加应急救援的小组，我希望我能就近的去救一些人，需要我救的人。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的东西能够帮到别人。你不适合。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结账。打不通呀！小夏记者，下这么大雨，在这干嘛呀？我等人呢。等米卡。他人呢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米卡，米卡，米卡。米卡，米卡，米卡，我在这儿。你听见过吗？米卡，听见过，我在这儿。怎么了？我摔了一跤。能站吗？慢点。走。慢点。靠着。上来。等什么呢？明天训练呢。来。
伤这么重？我也不会，我叫人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能帮我拿一下那个？挺能忍啊。要不然怎么办？发炎了更麻烦。那要不要开点什么消炎药、抗生素之类的？不用，我也没那么娇气。今天李叔又来送东西了，我看他一瘸一拐的，担心他身体有问题，我就把他送回去了。但是我检查过了，他没什么大事儿，骨头没受伤。李叔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也得问清楚了呀。这山上5点就没车了，我要是不找你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我又被你抓了个现场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怎么惩罚我？也不用了，你已经准备开书了。您好像也不怕被我罚吧？怕？怕什么呀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，再加上这次的事儿，我肯定死定了。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？哪个朋友？小马吗？算是有点希望了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您另一个朋友小夏，把你所有的情况都跟我领导汇报了。伤这么严重，明天的训练别参加。我可以不训练，什么意思？你不赶我走啦？我只是说可以参加训练，有没有说给你结账？你跑什么呢呀？我就打个喷嚏，怎么那么不怜香惜玉呢？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的，赶紧收拾收拾走吧，别传染我。我这是普通感冒，不是病毒感冒，传染不了。回去烧个热水，把这个喝。反正我喝是苹果冰。谢谢。谢谢您啊，郝队长，您带领的警队真是一支有温度的纪律部队。好，回头再聊。小夏同志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不是让你去靶场等我吗？我们约的时间是9点，现在已经9点半了，你还没有出发。我不是发微信跟你说了，我有点事儿，晚点到吗？特警队的训练时间是固定的，不能随便调换。那明天再约吗？想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大男人有话直说。是你让我说的。我认为你作为媒体工作者，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人情牌，干预其他部门的工作，这很不专业。啊？你让郝队强迫邢队留下米卡，这不合理。你看
看问题只看表象更不专业。而且采访我约的是邢克磊，招呼都不打就换成你，这更不合理。我也不愿意来。你不愿意来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接待你是我的任务。你不是说打靶时间改不了了吗？那就下午工作时间再见。今儿这么好啊，主动现身啊！啊！我知道郝队为难你，心里憋屈，是不是？说什么呢？你让米卡暂时归队训练，是小夏找郝队的关系吧？不是啊？啊？难道不是吗？想什么呢？集中注意力，速队来啊！那照这么说，郝队跟你解释了米卡出营的原因，那这也不算走后门啊。你觉着郝队是那种随便开后门的人吗？哎呦，完了，出事了！哎，行，就扎这就行了。谢谢啊。出队，好，出队。没想到特警队员也会迟到啊。行了，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咱们就抓紧开始吧。毕竟谁也不想对着谁。高空锁降视频拍摄，上吧。怎么了？不能完成吗，舒队长？能。怎么样？最后落地的时候没看镜头呀？啊？还要看镜头啊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。那我再来一次吧。Action！ 你最后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难看的摁定位啊？我不会做表情啊。你看啊，咱们现在拍的是宣传片啊，宣传片就是要宣扬咱们特警的风采。风采！你看你这表情太吓人了。那我再来一次吧。好吧。Action！ OK， 这条还不错。啊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，拉到肌肉了。舒队，你是不是牵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？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？真没事，以前的老伤，稍微有一点牵动。你有要求，我都配合。休夏同志，今天上午的事儿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邢队都跟我说了，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米卡出营的原因，是我太武断了，对不起。
嗨，没事儿，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那个啊，那以后我们都要注意时间观念，谁也不许迟到了。我觉得吧，是有点过分。那我又不知道他受伤了，那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行，不怪我啊。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啊，我搞得我自己那么内疚。那人家不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吗？那还要我怎么样嘛？捅一刀还给他？先不说这个，你就来这么几天，你买什么东西啊？啥也没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销发室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出来取快递。我是有人给我寄了炸弹吗？你那么多仇家，再算上舒文波，自求多福。你好，是不是有阮青夏的快递啊？哦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找找。好，谢谢。是这个吗？应该是吧，我能借用一下吗？谢谢啊。哎呦妈呀！我的沙漠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。对不起，我再赔你一个。舒文波把我的沙漠玫瑰摔坏了，给我买了一个山寨的。哦，让我看看啊，这紫这绿，画你脸上跟彩虹似的。是舒文波的这个眼光，好看，好看死了，好看。紧急集合！紧急集合！快点！紧急集合啊！紧急集合！快点啊！紧急集合！全体队伍，向一看进。前进，看，稍息，立正。怎么着，各位，先跑10圈，精神精神。不想跑就站好了啊！现在开始模拟综合训练的考核。一名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滑入山谷，需要救援。这和之前的野外训练一样，5人一组，将会有一名特警队长进行保护，但不提供任何的技术指导。你们根据各组收到的信息去搜寻各自对应的伤员。我念一下分组啊，第一组许延山、陈涛、聂小辉、刘荣、米卡和我一组，出列，请装备。第二组张彤、李红、张青青、陈小燕、林宣阳，出列。和李念教官一组。检查一下装备。好。没有登山绳。我这没有卡扣式止血带和3角绷带。我这没有指南针跟手台。报告教官，缺少装备，请求补充装备。根据定位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呀。我们是第一个到的。在那儿，那是不是？是。把装备打开。拿登山绳。好。
我来。刘荣，你跟我一块下去。好，再检查一下绳索。小心啊，让一下，小心。哎呀，慢点，陈头。带好保护啊。小心，小心点儿。谢谢。你能帮我拽一下绳吗？怎么样？脚腕受伤，无骨折，无法行走。额头、手臂开放性伤口，需要进行包扎和消毒。好像不是很严重。用绳索把它拉上来就行。啊，米卡，人套绳索下来，我们把它吊上来。好。呼叫各组，这里是第2组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量失血的伤者，急需送下山，但我们的登山绳不够了，请求支援。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检查好吗？现在发现绳子不够。陈涛，我们的伤者伤情严重吗？不紧急。他们的伤者更紧急，我们应该把绳索先给他们用。不行，这是模拟考试，伤者又不会真的死。我们把绳子给他们了，我们的任务就要延后了。既然现在设定的是他们的伤者最严重，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的伤者先运下山去。陈涛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同意。那你和刘荣先留在这儿照顾我们的伤者，我们先过去帮助他们，再回来。好的。第二组，这里是第5组，我们先过去支援你们，把你们的位置发给我们。走。多久啊？快点！2组，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扔下来。快接着，慢点，稳着来。小心啊！慢点啊！张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小心，立正。我宣布一下啊，今天所有小组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最快的是第2组，第2名第1组，第3名是第4组，第4名是第3组，最后1名第5组。但今天考核的最高分数是第5组。首先，他们在出发前仔细检查了装备，补足了缺失的物品，以保证救援的顺利进行。第2，他们在接收到其他小组的救援信息后，根据伤员的情况优先决定救援的次序，先去支援其他的小组，保证危机伤员得到迅速有效的治疗。所以今天的最优小组是第5组。但是，今天的考核也暴露了某些学员在绳索使用上的问题，希望他可以在私底下加紧练习。明天就要进行考核了。好，解散。昨天的野外生存训练真的是太刺激了，当时不觉得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被人揍过一样。你就知足吧，今天都不用吃早操，还给了半天时间复习理论知识，已经够幸福的了。我怎么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呢？你不会被他整自闭了吧？
我是打算带这个邢克磊去咱们医院的心理科看一看，我怀疑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还想搞清楚他呀？你是不是被他虐出感情了？瞎说什么呢你？明天有什么？明天有绳索的基础训练，还有锁降。我那天都不在，我都没上课。我今天得抓紧补课，要不然我又死定了。我看你还是去跟他求求情吧，让他手下留情。跟他求情，你觉得有用吗？那你怎么办啊？快！我找别人去。李教官。锁降是包括直升机悬挂锁降、山地、高建筑物，通过借助专业绳索装备和随身装备器材的快速降落的一种技法。在实战演练中，可能会用到下降控制器、ATC 等比较专业的装备。当然，我们在基地只是体验性的训练，应付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模拟场景，只需要用到一些简单的绳索、八字环这些工具就可以应付。主要考验的是学员对技巧的掌握。李教官说的真好，您要是我们的主教练就好了。其实我们邢队啊，他就是表面上装酷，他实际对你们已经手下留情了。真的吗？其实他人也不错啊，不过李教官业务能力强，说话风趣幽默，人又帅气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我们女生宿舍好评度100分。邢教官，妮卡呢？出去了。又出去了？他不是出基地，他是去那边训练场训练了。其实锁降和绳索的基础使用特别简单，很容易就学会了。危险不危险啊？你只要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，就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再说了，这测试基地它都有保护措施，哪来什么危险？大概多高呢？也就17、18米吧。你们要先用这个绳索爬上去，然后再降下来。上去的时候考验的是体力，下来的时候考验的是协调性。这是锁降使用的安全绳，我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教你，明天你会用的。谢谢。先把这个绳子拿过来，然后从这边绕过来，从这儿一穿，打一个8字啊，这个叫双8结，是最常用的结。然后从这边绕过来穿，然后从这边一绕，这儿一穿，然后，你看结不结实？我没太看懂。这事儿这不简单吗？好，那我们再来一遍。拽这个，绕，从后面绕，从后面绕过来，从这儿穿进去。哪是8呀？从这后面穿进去打开。李教官，这是我为了感谢你，专门给您加的餐，羊排带鱼，谢谢你教我训练了。你这得把食堂饭卡都刷干净了吧？没有。啊，那坐吧，一起吃吧。好。哎呦，我去！你多吃点，这羊排特别补。来。哦，谢谢。来，你也吃。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！是要做你男朋友，可真是好福气啊！哎，你这话说的没毛病，真的。来，带鱼。太好吃了。怎么感觉哪怪怪的？
不错，练的不行了。哎，不是邢队。休息了一天，缓过来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就先做100个蹲起。不想做就打起精神。立正。今天是考核的最后一项，你们利用之前学过的锁降技巧，从房顶回到地面。后面的墙体一共27米，用时不能超过5分钟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向左转。上楼。米卡。副教官。放轻松，你可以的。来，注意，右手拉紧制动，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松手。第一组，下。来，下一组。来，下一组。下一组。下一组。最后一组，还有5分钟。还有4分钟。怎么还没下来呀？他上去了吗？不知道啊。放！放！米卡，看一下什么情况？呼吸脉搏正常，但这是某种心理因素和特定的刺激造成的晕厥。说白话就是吓晕了。
他恐高。后面的都跟上啊！你看啊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都走了1个小时了。没问题，我昨天一晚上吃了一碗牛肉面，啥事儿都没有。你说你恐高，你也不说一声，吓死我了。这我也没想到我会吓晕啊！还吓晕，帮你。你看啥？什么？一瓶水，体能消耗大，女生一定要多喝水。我的呢？有，真够逗的，检测都检测完了，还搞什么体能训练啊？还不如让咱们先回医院，赶紧报到。应该是什么隐藏测试，防不胜防。赶紧走吧，别掉队了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，我们全体教官为大家准备了结业晚会，今晚大家可以尽情的狂欢一下。接下来我为大家颁发一下结业证，我现在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前领取结业证。陈小燕、张青青、陈涛、聂小辉、刘荣、李红、龚宁、苏薇、王佳丽、张丹、程新雅、刘成伟、许元山。这一期的应急救援培训，所有的结业证就此发放完毕，恭喜以上同学。教官，米卡的呢？对呀。米卡的锁降没有完成，所以不能给他结业证。可是他明明下来了呀。对呀。综合训练他可是最高分呢。对啊，哪怕再给他一次机会嘛。我相信米卡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，但应急救援并不适合他。一名好的应急救援队员，不仅要过硬的技术，也有好的心理素质。像他这样有明显恐高缺陷的人，我恐怕不能给他结业证。我要对你们负责，也要对伤员负责，更要对他自己负责。所以不好意思。秦教官说的对，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业证。马上就要结业晚会了，大家快点准备吧，好不好？结业快乐！好，解散。你表现其实挺好的，没必要想不开吧？我没有想不开啊，生命多美好啊！你知道当一个医生要考多少个合格证吗？给我不合格的也不止你辛克雷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再说了，我的命也是别人拼命救下来的，不会不珍惜的。别人2年前我遇到过劫匪。当时情况特别危险，那个劫匪把手雷就直接塞到我手里，我当时就觉得我
命可能就没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，他就跟我说，有我在，你肯定死不了。他就把手雷握在了他的手里。特警叔叔啊，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有那么老吗？哎，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我这段话的重点是在特警叔叔的年纪吗？不是，就特警没有岁数特别大。那他肯定不年轻了，因为他特别沉稳，临危不惧这4个字，就应该这么形容他。反正就是真的很帅。你又没看过他脸，怎么就帅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没看到他脸呢？那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。不，他戴着面罩，我又能感受到他身上是闪着光的。你笑什么呀？哦，没有。你要不穿这身衣服，一点都不像一个特警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你这娃娃脸，你又长那么白，哪有特警像你这样？我白？我还白啊？不是。干嘛？我让你看过我原来有多白，看见没有？这已经够黑的了，还白。一说你跟踩了尾巴似的。哎，我听说你是最年轻的中队长，史无前例。你是不是年纪比我还小啊？怎么可能？我都工作好几年了，你才刚毕业。我们医学院要读7年，咱俩应该差不多大。训练不积极，搞联欢都是一把好手。哎，邢教官，我们能合张影吗？好。1、2、3。哎呀，邢教官，你没看镜头，再来一次吧。1、2、3。好了。我看看。看什么呢？啊，走吧。好。哎呦，我死了！你怎么来了？还有我凑不了的热闹吗？我求好队派车给我送来。哦呦，你真的是 party queen 哦。不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改行了？舒文波的衣服。舒文波的衣服？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？我也觉得这事儿很神奇。喜欢一个人呢，1秒钟就足够。你都不知道他脱下衣服给我解围，然后又目不斜视的样子有多可爱。原来我的盖世英雄出场，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大场面，恰到好处就行。那你那什么，Andy、Tony、Crazy， 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论。那人家昨天给的衣服，你怎么今天还穿啊？我乐意，我天天穿，我都愿意。请教官好，指教官好。舒文波，树。哎，干什么呀？人叫你呢。不去。什么态度呀？去。不是。来，坐这，这有位置，哟，还情侣装呢。小夏同志，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呢？这边又没有商场，我来不及买嘛。我昨天问过你说去不去商场，你说不用去。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，你那么小气干嘛呀？我没小气啊。你去吧。这位妖精啊，唐僧肉可以吃，但是呢，要遵守点原则。你老看我干嘛？
各位同学，我们仁心医院2019应急救援集训小组结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宣布，这个晚会已经完全由我们学员监管，现在全力反转。大家有没有很兴奋？有没有很激动？先别激动，我们在这里被教官虐了2个礼拜，现在是不是应该虐回教官？好，那我们第一个暖场小节目，就有请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的邢克磊教官，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。邢教官，先戴上这个手环。邢队别紧张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叫做谁让你心动。那我们看到邢队现在的心跳是68，如果我们大家能让邢队的心跳在1分钟之内达到100，那邢教官就要接受惩罚，好不好？好。鸿门宴呀。行，来吧。好，那就从玄山开始。那20个俯卧撑。好，预备备，计时，开始。50个高抬腿。40个波比跳。怎么才到80啊？这怎么可能？邢队厉害，就是邢队！停！米嘎，啊，你来个厉害的，别再上什么体育课了啊！我啊，要是再不行，全体挨罚啊！没人气。我不会啊，你就这样盯着他，不要眨眼。比这个我就没输过。不眨眼，我也没输过。来。坏了吧？手环坏了还是你心动？这个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邢队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你这就是典型的经不住美人的诱惑，是不是？那邢队叫接受惩罚。行，我受罚。来吧。好，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惩罚时间。这儿有一个饼干，加上超强剑。行，对，吃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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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个更狠的。只有一杯水，胡椒粉，辣椒油。在我们训练的时候，教官们经常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。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
教官是他们说的要再来一个。行队这包治百病，这个。哎，米卡。米卡，是你报复的时候了。米卡，米卡，米卡。 被我折磨这么久，这回痛快了。那我就再啰嗦几句。处罚你们，并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，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能，拥有很顽强的意志。这么艰难的训练都度过了，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，是吧？是。那最后，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位上。 事业有成，一帆风顺。那惩罚完刑队，我们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，那就是我们敬爱的树队。树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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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队。 邢教官，我要不要漱口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找什么呢？哦，我想去厕所的。啊，我陪你。啊？太远了，我开车送你。这边。谢谢。